青瓷，替你妹妹嫁来靖王府冲吉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靖王这病，太医都摇头，活不过半年。太傅府精明，把没人要的丢出来填棺材，省一副嫁妆。旁人避之不及的靖王府，我整整等了3年。我的王妃也轮得到你们品头论足。福气，行，这靖王妃我接了。娘临终攥着这镯子，只留了半句遗言：这不是旧伤，是慢性吃蛊毒，她根本不是等死的废人。你娘当年也这副倔脾气，后来呢，病死在偏院，连口热药都没喝上。夫人记得真清楚，我娘哪天没的，什么时辰，谁守床边，您是不是也都记得？胡说什么？进了王府，安分守己。越遮，越说明底下埋着东西。旁人都怕我，你方才倒敢接话。王爷想要个怕你的，方才就不会替我让满堂闭嘴。洞房免了，各住各的。等本王死了，你改嫁。王爷不想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吗？最怕死的从来不是真病人，是装病的人。能活多久是阎王的事，一个冲喜的断不了本王的命数。信不信由王爷，3日为限。你的腿会先给你一个答案。娘，女儿进来了，这王府的水比你想的深。王妃，太后有旨，这碗开枝散颜汤趁热喝了，才算尽了本分。太后跟前的人亲自送一碗药，嬷嬷好大的脸面。老奴在太后跟前伺候20年，王妃新进门，有些规矩得学。当归益母草麻底，底藏断肠树根。开枝散叶汤加红花桃仁，倒还算对路。可这碗底压了3盐断肠树根，嬷嬷是要我开枝散叶，还是要我这辈子再生不出来？王妃血口喷人，这话传到太后耳朵里。好心，那这碗好心，嬷嬷替我喝了，我立刻随你进宫，给太后磕头谢恩。老奴奉旨送药，岂有自己喝的道理？哦，奉旨送药的人自己不敢喝。你疯了！嬷嬷自己看，寻常的汤会把绸子烧成这样吗？他明知有毒，是专程来看我送死的。回去告诉送你来的人，我江青瓷进了这道门，就没打算安安静静死在偏院里，像我娘那样。怎么，嬷嬷也认识我娘？老奴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么晚，妈妈揣着空碗，急着去哪儿？王爷，老奴……王爷来的正好，这碗药的方子和3年前我娘喝下去那碗一模一样。我赌他要真相，他的病，我娘的死，多半同出一手。程武，王爷，这碗药验。王爷，这药是太后亲赐的，您验它就是不认太后的旨意。为一个冲喜的弃女，您驳太后的脸面，传出去，经理人要怎么编排王爷？银针试毒，乌黑见血。嬷嬷，太后赏的药怎么验出毒？除非这药根本不是太后赏的，是有人借太后的名头要我的命。嬷嬷，是太后要害靖王妃，还是她背后的那个人自己想害？冒太后之名，行毒杀王妃之事。程武，在。掌嘴20，押入柴房，送药的源头给本王挖到底。王妃，你别得意，你斗不过的，你查不出来的。王妃，要奴婢替您换碗安神汤吗？不必。你叫什么？奴婢清河。清河，这王府里的药水饭食，往后只过你一双手，可愿意？奴婢愿意。银针试毒，变方食药，你一个太傅府深闺嫡女，哪来这身本事？立威只是顺手，我要的是盯住府里所有入口的眼睛。王爷以为我这3年在太傅府绣花，柳氏把我扔去乔娇家庙清修了3年，那地方没大夫，流民一茬接一茬，
3年我手底下过的病人，比太医院1年见的都多。王爷不也一样？一个活不过半年的病秧子，方才拿太后压你，你眼都没眨。第一次，我们都看见了对方面具之下的东西。我说过的话不收回。你说3日为限，这毒叫蚀骨清，1年下一次，下了至少3年。我倒想问，你是在等下毒的人自己跳出来吗？这话今夜出你的口，进本王的耳，再有第3个人知道。王爷不必威胁，我若想要你的命，看出你中毒，闭嘴便是。何苦点破蚀骨清，反倒提醒你早做防备。跟本王来。将死之人的书房挂边关玉图，装得真不像。3日，你若治不好，按你说的，任凭处置。王爷倒爽快，就不怕我趁失针要了你的命？你敢动手，针还没落，你就死在成武剑下。那咱们谁也别想骗谁。这套针是娘留的，等了3年，第一次为外人开启。蚀骨清入了3年，毒侵到经脉，逼毒得用针引，会疼，很疼。本王这条腿疼了3年了。忍着，毒往针上走，引出来1分，腿就活1分。第一回只能引这么多。王爷，动一动脚趾。他动了。3年了，第一次有知觉。王爷的腿输给我的赌约了，我赢了赌约，但我要的从来不是这条腿。赌约我赢了，现在换我提一个条件。说。3年前，我母亲死于蚀骨清同源的毒，我替你解毒，保命，查出下毒的人。王爷用你的权势帮我查清我母亲的死，这桩买卖做不做？你早就算好了，从你接下这桩婚事那一刻。王爷不也一样？从你放出活不过半年那天起，就在等一个能用的人。成交，各取所需。我和城府更深的人结了盟，可盟友之间从来隔着防备。王妃，门外来了人，2小姐江若瑶，还有太子殿下的仪仗。昨夜消息刚到太傅府，太子今日就上门，好快的起。请进来，茶用昨日清河验过的那罐。姐姐这王妃当的，连套像的茶具都凑不齐，比咱们府里下人住的还寒酸。二妹妹大驾，还带着太子殿下，这是探亲，还是来替谁看看我死了没有？姐姐这是什么话？听说昨儿府里出了点事，姐姐没受委屈吧？孤听闻靖王妃昨夜杖责了太后身边的张嬷嬷，好大的胆子！张嬷嬷冒太后之名毒害本王妃，银针验毒，乌黑见血。殿下若不信，那根针我还留着。果然是为张嬷嬷而来，送药的幕后就是他们。一个冲喜进门的田房，斗得过整座太傅府，斗得过宫里那位吗？斗不斗得过，殿下急什么？殿下要操心的是怎么把二妹妹平平安安送上太子妃的位子吧。江青瓷，我和太子情投意合，用得着你阴阳怪气？倒是你嫁了个活不过半年的废人，等他一死，你连个改嫁的去处都没有。废人。臣女见过靖王殿下。昨夜歇得可好？劳王爷挂心，歇得很好。昨夜还劳王爷亲自替我处置了个不长眼的奴才。七弟与弟妹感情倒是好得很。皇兄登门是替太傅府的家事跑腿，还是连东宫的体面都不要了？七弟养好你的腿吧。若瑶，走。太子今日亲自来，不是为张嬷嬷，是来看你我之间到底有几分真。那你说他看出几分了？他看出我们夫妻同心，可他不知道我们同的是别的心。娘，江青瓷那个贱人仗着靖王撑腰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撑腰，一个快死的废人。瑶儿别急，张嬷嬷那碗药不成，娘还有别的法子。瑶儿，这位东西，靖王那条腿长了3年了。程武，昨日让你查的张嬷嬷那碗药的来路，可有摸目？查到张嬷嬷的药是城西回春堂配的，
属下顺藤摸下去，回春堂背后的东家是太傅府的远亲。同一个方子，同一个源头。给萧菊下毒，给我送药的是同一只手，这只手藏在太傅府。王爷请看，这是你腿里的毒，与张嬷嬷送我的药同源。太傅府。柳氏，我母亲死之此毒，你中此毒3年，我们俩原来是被同一个人算计的。所以那夜你点破我的毒，不只是治病。我要顺着这毒挖出我母亲的死。王爷的腿是我手里最好的一条线。你倒诚实。对盟友，我从不说假话；对敌人才说。你识毒的本事远在太医之上。城郊家庙那3年治过的中毒案少说100桩，什么毒都见过。那是本王小看了被打压3个字。今日第2次施针，引毒第2成，会比头回更疼。忍着，多看他一眼都是破绽。王爷，再动一动。半只脚回来了。照这个进度，1月之内你能扶墙站，3月能走。江青瓷，你为什么不怕我？因为我和你一样，我们都是被人按在泥里，却偏要活着爬出来的人。王爷、王妃，宫里来人，皇后娘娘3日后设赏花宴，特命王爷携王妃同访。赏花宴上，该到的都会到。娘，女儿替你撕开第1道口子。王爷，3日后陪我去会会他们。这是你查母仇的第1步棋，也是你那条活不过半年的腿，第1次在众人面前露相。王妃，时辰差不多了，王爷的轮椅备在2门，都给我搜！搜不出来，我跟他没完！许侧妃这是唱哪一出？大清早闯本王妃的寝宫？少装！我母亲留下的羊脂玉镯万不翼而飞，满府就你这新进门的最可疑。听说没？王妃偷了侧妃的传家玉镯啊！哼，果然太傅府丢出来的，手脚不干净。没找到，不可能！我明明找完了。你藏哪儿了？镯子明明已经放进去了。许侧妃，你方才说放进去的，所以这镯子是你亲手放进我妆篮的。你要栽赃，可惜。清河，把昨夜从侧妃妆打里取出来的那只镯子拿来。你们昨夜就进了我的院子。你派翠儿来放镯子，我派清河去取镯子。你慢了一步，让他自己跟主子汇报，方才往我这店里干了什么。侧妃救命！奴婢按您的吩咐，已经把那空盒子放进去了。贱婢，你敢胡说八道陷害我！让他把话说完。他吓破了胆，臣妾替他说，玉镯在我手里，人证也亲口认了栽赃。许侧妃这出贼喊捉贼的戏唱得真奇。不是的，王爷不是这样的，是他陷害我。栽赃正妃买通仆从倒打一耙，许侧妃好手段，禁足3月，俸银减半，翠儿杖20，发落出府。昨夜清河盯着他的院子，就是等这一步。他要放，我先去；他慢了一步，这出戏就是他自己演砸的。昨夜你就知道他要动手？他怕我抢了赏花宴的风头，容不得我风光出门。我不过顺手等他跳。清河去取镯子是你安排的，怕他临时起意把镯子转移。留着镯子在他手里，他随时可以悔证。不如我先替他保管。对盟友有些话不必说破，他看懂了就够了。王爷，赏花宴该出发了，今日的戏才刚开锣。柳氏、太子、皇后都到了。王爷，今日只看不讲话。你查你的，本王这条腿装得稳。臣妇姜氏参见皇后娘娘。本宫早听闻你进门头一夜就拿下了太后身边的张嬷嬷，好大的胆识！回娘娘，是那奴才冒太后之名毒害亲王正妃，臣妇不敢纵容。青瓷啊，在娘娘面前也这般牙尖嘴利。靖王身子骨弱，你这做正妃的该多顾着王爷的体面，少惹是非才是。夫人这是教我，巧了，3年前也有人这样顾着我母亲的体面，顾着顾着人就没了。一提我娘，她就失态，心虚藏不住。七弟今日气色不错，姑还以为七弟这病出不了门了。劳皇兄挂念，本王这条命
硬得很。毒，太医，传太医！娘娘，这毒来势诡异，臣束手。满朝太医，竟无一人能救。本宫的人毒发的太巧，就这么分明是冲我设的局。皇后娘娘，臣妇或可一试。皇后娘娘，我姐姐不过深闺妇人，哪懂什么医术？万一治死了宫女，谁担待得起？她越懒，越说明这毒和太夫府脱不了干系。指甲青紫，血珠暗红，牙关锁死，是七星断肠散，无色无味，混在酒里，1刻钟发作。你识得此毒？识得，更知道解它的法子。清河，取我袖中急救针囊，再要1碗温盐水，1支灵雨，催吐，先逼出胃里余毒。针尖放血，盐水催吐，失传的古法。我没死。他们想借宫女的命做文章，我偏要把人救回来。靖王妃，你救的不是一个宫女，是本宫的颜面，是这满宫太医的脸。好医术！传本宫旨意，赐靖王妃东海明珠10亨，蜀锦白匹。凭什么又是他？王妃神医，我那二儿媳半年前也得了类似怪症，太医都说没救，求王妃得空去看一眼。老身这辈子忘不了王妃的恩。王爷今日从头到尾护着我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，却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背后站着靖王府。你救皇后的人，扬的是你的名，本王不过顺水推舟。那臣妇谢过王爷这顺水，这一下不是做戏，没有外人。一个会医的女人留不得，出宫的路上让她回不去王府。刚扬了名就动杀心，出宫这条路不太平。王爷，出宫这条道太近了，近的不。太子的人该动了。有刺客！你疯了！那剑有毒。我知道。乘我，请出一条路。王爷王妃先走，属下断后。分2队引追捕去南市，转西向。坐稳，甩得掉。临危不乱倒是难得。先止血，回去再说。王爷，王妃，别声张，去药房备银针和6酒，直接送书房。别动，我扶你。这点伤还不至于。你强行催动经脉，毒素已经在往上游走了，是不是不至于？等我整过再说。强行接力，经脉寸断，我这3个月给你逼出的毒，今夜全废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条腿差点就真残了。废了就再治，可若那箭射中你，结盟时还互相提防，这一箭彻底戳破了各取所需的界限。我这3年的筹谋便是个死局。别动，从头来。你哭了？汗进眼睛了。出宫前那只重弩是军中制式，太子借了别人的手。别人？一个比太子更想我死的人。太子背后还有人，会不会和我娘血书里的是同一个？太后娘娘口谕，宣靖王妃即刻入寿康宫觐见。昨日你拿了他的张嬷嬷，今日他就宣你问罪，本王陪你去。王爷的腿昨夜刚废了一半，此时录像太早，我自己去。一炷香内你不出来，本王这条装的腿就站给满宫看。他肯为我提前先底牌，可血书里的语境，我还不敢问出口。不必，我会全虚全伪的走出来。姜氏，你进晋王府不过数日，杖责本宫的嬷嬷搅乱皇后的赏花宴，好大的威风！回太后，张嬷嬷冒太后之名，以毒药害臣妇。赏花宴上是臣妇救了皇后娘娘的人，臣妇若有错，错在没让那毒得逞。太后明鉴，这毒妇牙尖嘴利，进门便闹得王府不宁。靖王本就病弱，被他这般折腾，只怕
太后娘娘，我姐姐定是用了什么妖法，才能识得那些古怪毒药。寻常妇人哪懂这些？血书未得，幕后黑手未明，现在发难只会打草惊蛇。太后明察，臣妇的医术是王母所传，若太后信不过，太后娘娘，七公主突发急症，浑身红疹，太医院都说救不得了。什么？他们连公主都算计，就是要坐实我妖术害人的罪名。太后娘娘，七公主之症，臣妇愿往一试。太后不可！七公主金枝玉叶，岂能让她一个来历不明的妇人胡来？万一臣妇治不好，任凭太后以欺君之罪处置。可若太医院真已束手，太后还要等吗？好，本宫就赌你这一回。来人，带靖王妃去七公主寝殿。夫人方才那么急着拦我，是怕我治好公主，还是怕这红疹的来路被我看穿？不是天花，不是风疹，整块边缘发青，舌底有黑点，是中了见血红，误食或被人喂下。见血红，此等奇毒，医书仅闻其名。取绿豆、甘草、金银花，大锅即煎。王妃当真识得解法？再要心急井水，毛巾浸了，敷公主四肢。皇祖母，我好饿。好，饿了就是活过来了。方才一个劲儿拦着不让靖王妃赐救的，居心何在？太后，臣妇是怕公主有失。怕公主有失，险些误了公主性命的是你。这镯子哀家戴了30年，今日赏你，往后寿康宫的门为你常开。臣妇谢太后隆恩。一炷香，你说全虚全伪，这都2炷香了。多耽搁的这炷香，换了太后一只镯子，值吗？值。从替诈弃女到太后心腹，我又赢了一步。靖王妃，太医院重地，历来只论医理，不认裙带。赵院盘这是要考赵臣妇。哼哼，太后近来夜不能寐，本怨你了。3方安神汤，各家太医争执不下，王妃既精于医道，可愿一断？3方各有靠山，选哪个都得罪人，这是给我下套。赵院判好手段，这3方都是好方，可惜对错不在方子上，在病人身上。太后若多忧思，用堪郁方；若惊惧不安，用心虚方；若食少痰多，用痰扰方。脱开病人谈方子，等于给死人开药。王妃这一句对错不在方子上，说到了医道的根上。我等争了10日，竟不如王妃一语中的，一时笔误。王妃可还有别的本事，值得敢愿高看？赵院盘想看真本事，好，此人你们诊作脾虚，补了3月，越补越虚。错，他不是脾虚，是腹中有积，补药裹着积块，越补越堵，当先消积，再行微补。对啊，太医老爷补了3月，小人这肚子一日胀过一日。王妃一席话，胜读10年医书，使我等坐井半天了。江氏医术冠绝太医院，赵昌，往后太医院疑难多向靖王妃请教，莫要剁了太医院的招牌。臣遵旨。当众压服他不是目的，我要知道他为什么拦我。赵院兰，你方才那道安神汤的题，不是为难我。王妃何意？那3方本就是给太后调理用的针方，你拿针方设套，是想让我得罪同僚，可你下手留了3分。老臣奉的是上命。哪位上命？敢揭太医院的门，拦靖王妃的，京里没几个。那位的玉牌上刻着一个字，这话老臣只说一次，别再往前查了。太医院的牌子，今日被你踩在脚下了。我踩他做什么？我要的是他汪后为我所用。赵崇方才跟你说了什么？他问得太快了，我还没敢把这个字交给他。他说让我别再往前查了。那你查不查？越拦我，我越要往前一步。
周妈妈，你是当年伺候我娘守夜的人。王妃，老奴是太傅府的周妈妈，老奴是来给谢夫人赎罪的。是老奴，当年夫人不是病死，是柳氏在安神汤里下了毒，柳氏拿老奴一家老小的命捏在手里。可上个月，老奴唯一的孙儿病没了，老奴再无牵挂了。这个，老奴拼死替您留了3年。莫清卫，石谷清，人证物证都齐了，可我娘临终那半句话还没对上。娘，你临终攥着旧镯，只说出半句，剩下半句一定也留在了什么地方。柳氏与外人合谋，毒入安神汤，妾命不久。怎么没什么？翻到先娘的旧物。你母亲的死，我答应陪你查。我该信他还是放心？凶手是柳氏。证据呢？娘的亲笔，还有这青瓷瓶，石谷清，周妈妈人也在府里。这笔账，我陪你血债血偿。3日后，太子的生辰宴，满朝文武都在。我要当着满朝的面把这桩血案掀开。柳氏背后还有人，你当众发难，那人会狗急跳墙。动手那日，我站在你身边。他说陪我血债血偿，可这暖手的人，会不会就是害我娘的最后一只手？他最想要的是太子妃之位，是风风光光。我就让他在最想要的东西面前身败名裂。3日后，正是太子广选侧妃的宴。巧，他要嫁的太子亲手设的局，我送他一份大礼，去查江若瑶未出给钱与城南听雨楼那2个相公的旧账，买通他们。3日后，我要他们当众亲口说出来。你的腿1月之期，你说我能扶墙站，今日提前了。青瓷，等我彻底站起来那日，王爷先把腿养利索。3日后的宴上，有的是要你站着看的好戏。殿下放心，等臣妾坐稳了侧妃之位，2位殿下好好教训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姐姐。亲王的腿不是废了吗？他怎么站起来了？他养了3年的残王棋子，今日自己站起来了。太子殿下，二妹妹，今日选妃大喜，臣父备了一份薄礼，贺二妹妹得偿所愿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小人城南听雨楼相公，不敢欺瞒太子。江二小姐与小人确有私情，这便是她上个月刚写的缠绵情切。好一个太傅府，废除一切婚约，将士乱棍打出东宫。他没中计，是看穿了却乐得装看不见。将死的萧蝶对他有用。娘，压在女儿心口3年的那块石头，今天落了一半，另一半藏在语境那2个字里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按着那张信的手藏了3天，盟友之间多藏1句都是破绽，这话是你教我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拆穿我？因为那个镜字背后的人，我比你更想他死。原来他和我背着的是同一桩血仇。以后这些重担由我陪你一起扛。明日万寿节，金銮殿大宴，我要当着满朝掀了柳氏。我陪你，柳氏背后那只手会在那天自己露出来。陛下，臣父有桩3年前的血案要当堂呈奏。臣父状告太傅季氏柳氏3年前以息谷清毒谋杀原配嫡妻臣父生母，血口喷人。证据在此，此乃臣父生母临终亲笔，此乃柳氏下毒的毒瓶。周妈妈，你来说。老奴亲眼所见，夫人的安神汤是柳氏亲手端去的，那毒就在这瓶里。柳氏，这些年我枕边坐着的，竟是杀我发妻的凶手。3年前你害死我娘，今日我替我娘摘你这顶沾着他血的诰命冠。陛下，柳氏之罪不止杀人。柳氏借太傅之权，3年贪没河宫赈灾银12万两，账册、印鉴、往来书信俱在此。诛杀命妇，贪没朕银，传朕旨意，柳氏革去诰命，打入天牢。不是我一个人，是他逼我的。他戴着铜面具，腰上挂着一块玉牌，那玉牌上的镜字比靖王府的封号还老30年。他要的是。千重诀，只
只要情绪大振，就气血逆流发作。入宫前，那主子就给他下在茶里了。给了他这药，说是假死脱身的金丹，他要灭口。陛下，柳氏当堂被灭口，可见其背后党羽之深，牵涉之广。臣恳请陛下彻查柳氏一党，诉捉朝纲。请陛下严查。臣父生母，沉冤3年，今日昭雪，谢陛下圣明。杀你的刀今日断了一把，可握刀的那只手还戴着铜面具。一日之间，柳氏倒了，若瑶名裂，欠我娘的，欠我的，今日终于讨回来一半了。剩下一半，藏在那块比靖王府还老的玉牌后。无论哪张铜面具下是谁，以后这刀山火海，有我陪你一起趟。铜面具、玉牌、镜子，3样东西今夜对上，那只手藏得再高，总有卸下面具的一天。柳氏死前那半句，把镜子逼到了日光下，今夜该轮到他把话说全了。王爷的腿好得真快，快的不像中了3年石骨青的人。你想问什么，直接问。盟友之间，我也不想再绕。柳氏背后另有其人，此人手眼通天，靖与靖，靖王府的靖。王爷，我母亲的死和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有，但不是你想的那个。为我3年指骨青的人，害你母亲的人，柳氏背后那只手是同一个。那个人，我查了3年。你母亲血书里那个靖，靖这一脉，不是从我父王开始的，是萧氏宗族的祖风。我父王是这一脉的嫡系。那个戴铜面具的人，是我父王的堂兄，萧氏旁派的老宗室。他比我父王年长10岁。他本以为靖的正统会落到他头上，可先帝最终把封号给了我父王。12年前，他用尸骨青毒死我父王，对外只说老靖王病故。这些年他一直在等我也病死，等靖这一脉绝嗣，他就能以萧氏长辈的身份，名正言顺夺回他认为本该属于他的东西。所以那块比靖王府老30年的玉牌，是萧氏宗族的祖传信物，他作为旁派长辈本就持有。柳氏血书里那半句语境，指的不是某个外人，是萧氏自家的人。那年我13岁，看着我父王一点点烂在病榻上，连凶手一根头发都抓不住。他位列宗祠之首，手握先帝密诏，我没有铁证，搬不动他。所以这把轮椅我坐了3年，不是治不好，是要让他以为毒起了效，让他放心，让他敢再伸一次手。他做的不是3年的病，是3年的局。这哪是病，王爷，是一头忍了12年的狼。婚宴的刺客，公道的淬殿，柳氏被灭口，都是他。他越急着杀我，越说明他怕了，怕我这3年已经查到能掀翻他的东西。那从今往后，这盟不再是各取所需，是生死同尽。半月前我嫁的是将死残王，今夜才知是同我共背血仇之人。铜面具、玉牌、老宗室，这只黑手藏不住了。